为不保，还会面临被驱逐出狮群，晚年生活可想而知。那么对于母狮来说，如果狮王被自己的儿子打败，母狮会是什么下场呢？动物的世界里没有人类的道德伦理之分，当流浪的雄狮把自己的父亲打败后，就会接管狮群，母狮和曾经的姐妹都将成为自己的后宫。因为一旦到了繁殖的季节，雄狮几乎六亲不认，这同样也会使狮群繁衍增加很大风险。只有极少数的雄狮会在当上狮王后赶走自己的母亲和姐妹，避免近亲繁殖带来的牵头。因为环境变化，食物减少，人类活动使得栖息地空间狭窄，频繁狩猎、近亲繁衍等原因，狮子处境危在旦夕。很多稀有品种的狮子已经灭绝了，现在狮子算得上是非洲大草原的特产。如果再不进行保护的话，那人类或许只能从书本、电视或动物园里认识到它们了，那对后代来说将是一种悲剧和损失。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将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狮子和猎狗明明是邻居，非洲物种丰富，气候适宜，两种动物应该都能吃饱，为什么它们总是打得你死我活？更奇怪的是，人们总能看见猎狗吃掉死去的狮子，却很少发现狮子会吃掉自己杀死的猎狗。难道因为猎狗肉有毒吗？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要说狮子和猎狗之间的血海深仇，那可离不开著名的猎狗杀手狮王银泰杜梅拉的故事。其实在一般的情况下，雄狮都不太愿意招惹猎狗的，不是因为害怕，而是猎狗的做事风格实在太过于肮脏，以掏缸的战术在动物界里举世闻名，还总是成群结队行动，雄狮独自迎战他们的话，输赢都不太划算。而银泰杜梅拉却和别的狮子不一样，他不仅异常勇敢，而且脾气也十分火爆。别说猎狗，就算是体型比他大的非洲象和长颈鹿，他也敢直接攻击。在银泰杜梅拉的一生中，有人说他至少杀死了上百只猎狗，这个数字并没有确切记录，但连续杀死2任猎狗女王却是真实的。第一次是猎狗女王老佛爷带领他的下属抓到一只落单的小斑马，正当他们要大快朵颐的时候，银泰杜梅拉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凭借直觉很快锁定了猎狗女王，直接从猎狗群里突围而出，咬断了这位老佛爷的脊椎。女王丧命，剩下的猎狗们仓皇逃窜，没多久他们又选出了新的猎狗女王。然而这只新上任的猎狗女王十分嚣张，面对银泰杜梅拉不仅没有跑，反而还不断上前挑衅。但她后来也发现自己不是银泰杜梅拉的对手，当她准备带家族逃跑的时候，银泰杜梅拉已经预判了她的行为，一个凶残的猛扑将这只没上任多久的猎狗女王杀死了。就这样，银泰杜梅拉与猎狗结下了梁子，猎狗们敢怒不敢言，看到银泰杜梅拉就远远逃跑。而银泰杜梅拉则秉持着见一只杀一只的态度，不断猎杀着他遇到的所有猎狗。银泰杜梅拉猎杀猎狗的过程不止一次被摄影师拍到过，他也因此在人类世界里一炮而红，成了非洲草原上排得上号的著名狮王。狮子和猎狗只能永远当死敌，不能成为非洲好邻居吗？其实正因为他们是邻居关系，关系才会如此差。由于非洲大草原的地理因素，猎狗和狮子的栖息地完全重合，食性与习性相似，再加上草原的猎物虽然多，但捕猎难度也不小，因此二者就成了一种竞争关系。除了生活习性相似以外，它们的群体组织方式也很相似。比如狮群通常由1至3只雄狮和若干雌狮组成，而猎狗群则是以女王为主导的家族结构。平时作战行动时，狮子体型大，咬合力大，在力量方面占上风，但猎狗却在速度与群体合作上有优势。猎狗群的成员数量也普遍比狮群多一些，所以开战时它们的群体还真能和狮群一较高下。当双方因为食物产生冲突的时候，狮子如果杀死或赶跑了猎狗，通常会优先吃掉猎狗捕获的猎物，至于猎狗的尸体，除非狮子真的太饿，否则基本不会食用。而猎狗要是杀死了狮子，或者遇上了狮子的尸体，往往会聚在一起大快朵颐。这两种区别的原因主要是，
狮子杀猎狗是为了震慑和清除威胁，因为猎狗经常骚扰狮群，找机会就杀死小狮子，因此首领雄狮总是会对领地周围的猎狗下手，而猎狗都是机会主义者，它们本来就可以吃腐肉，狮子的尸体在他们眼里和别的食物都一视同仁，不能浪费。同样也是因为猎狗的食腐性，经常接触腐肉的它们大概率携带着不少病菌，自己抵抗力很强，可以和病毒共存，但狮子并没有这个能力，因此很少会吃猎狗的尸体。另外，据科学研究来看，在哺乳动物中，食肉动物一般不吃食肉动物，它们通常只会杀死别的食肉动物，最主要的食物还是食草动物。因为越是食物链顶级的掠食者，每一层食物链中个体所携带的病毒污染物就越容易在它们体内富集。比如一只虫子体内的污染物是1，吃虫子的小狐狸体内污染物就会累积到10，猎狗和狮子吃了狐狸，那它们体内的污染物就可能累积到100。如果狮子再去吃了猎狗，那摄入的污染物就太多了。不过凡事总有例外，有科学家发现，在一些区域里，猎狗是可以和狮子和平共处的，这通常会发生在猎物足够充足的季节和地区。如果狮群和猎狗群彼此觉得大家实力相当，也没有对对方的幼崽展现出攻击意图，那狮子也会大方的分一点食物给猎狗。猎狗和狮子天生注定是仇敌，每年因为猎狗群偷袭而死掉的小狮子并不少，甚至落单的成年狮子都会被猎狗群杀死。但为什么很少出现像猎狗杀手银泰杜梅拉这样专杀猎狗的狮王呢？其实这是因为狮子正忙着处理自己群体内部的事情呢。在狮子和狮子之间，他们的关系也没有大家知道的那么简单。狮王的职责是守卫领地，不仅要防猎狗，更要防其他的雄狮来抢地盘。当族群成员多了之后，狮王还需要带头狩猎水牛，甚至长颈鹿这样的大型猎物，才能养活全家老小。除此之外，狮王也得防着身边的母狮子。母狮和狮王并不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一旦母狮们觉得狮王老了，或者不再讨他们欢心了，就会把这个老狮王踢出去，让更年轻也更有能力的新狮王上任。新狮王上任后，第一件事就会把上一任狮王留下的小狮子全部杀死。如果雌狮不愿意，那就要带着孩子去流浪。这样的落单雌狮和小狮子很难生存下来。当雄狮长到2岁左右的时候，通常会被狮王赶出狮群。年轻的狮子如果没有及时找到同类结伴，也很容易因为抓不到猎物或者误入别的狮群领地，被陌生狮王杀死。在这样恶劣的生存大环境下，一个狮群只有20%到40%的幼崽能活到成年。就算是可以留在族群内的雌性幼崽，在这片大草原上也很容易夭折。所以别说杀死猎狗了，能让自己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最后，我们回到狮王银泰杜梅拉身上，这样一个名扬四海的强大狮王，他的传奇是不是在和猎狗的厮杀中落幕的呢？然而结果非常令人唏嘘，当银泰杜梅拉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后，有不少富豪被他的故事吸引，出大价钱要收藏银泰杜梅拉的皮毛，结果可想而知，他最终没有死在战斗里，而是随着枪声一响，一代传奇就这样倒地而亡。从此之后，非洲大草原上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像银泰杜梅拉那样强悍的猎狗杀手了。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狮子和老虎同属动物界的顶级掠食者，还都是猫科下的王者。关于狮虎哪个最强的争论从未间断，两者相遇，到底谁会胜出？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东北虎又称西伯利亚虎，就体型而言是各老虎亚种中的大哥，主要分布于亚洲北部的俄罗斯、朝鲜以及中国，是全球10大最濒危稀有动物物种之一，也是我国1级保护动物。目前野生东北虎大概只有600多只，中国境内仅有25只左右，其余东北虎几乎全部位于俄罗斯境内。俄罗斯远东地区是全球95%的野生东北虎种群的栖息地。狮子在我国古代被称为狻猊，虽然有些遗迹表明在史前社会我国存在过狮子，但是早在人类文明产生前，狮子就消失了。直到西汉以后，我国才从中东地区了解认识到狮子这个动物，而非洲狮就是我们常说的狮子。就体型而言，狮子是唯一可以和老虎并列的猫科动物。过去狮子曾广泛分布于欧洲、非洲、亚洲多地，但因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
现代的狮群生存环境与分布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仅在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才能见到野生狮子的身影。一个为森林之王，一个为草原之王，虽然生活区域不同，但二者打斗的视频却不少。一动物园内，狮子与老虎相逢，狮子率先发起攻击，向老虎靠近，老虎以退为进，脚上走着后滑步，手上却是一串组合拳，出击无效，挨了打的狮子不得不迈着小碎步离开老虎。所以烫头的真的打不过纹身的吗？野生的成年东北虎体重一般能达520斤，体长约为3米，这样的巨型体重与早期记录相比，其实已经缩水了。早期记录显示，东北虎体重可达600斤，体长约为3.5米。成年东北虎尾长1米左右，可以跳8米远，甚至可以轻松地跳过3米高的障碍物。东北虎毛色艳丽，因季节变化略有不同，夏季呈现为棕黄色，冬季则会变淡，呈现为淡黄色，全身都带有黑条纹，额头正方纵横相交的黑色条纹宛若一个王字，霸气显露。野生雄狮体重在276到550斤之间，全长可达3.2米，雌狮略小，体重170到364斤，全长可达2.7米。它们毛发短，体色呈浅灰、黄色或茶色。狮子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种雌雄两态的猫科动物。雄狮长有很长的棕色鬃毛，从脖颈处一直延伸到肩部甚至胸部，雌狮则没有这个鬃毛。从外形上看，东北虎与非洲雄狮差距不大。如果是年龄、生长状况相仿的两个站在一起，可能非洲狮会让人感觉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其脖颈处茂盛的鬃毛。但客观来看，东北虎的平均体重更重一些。非洲狮的鬃毛既不利于散热，也不利于隐蔽，但由于雌狮更喜欢鬃毛旺盛的雄狮，这些鬃毛除了寻偶时有用，其他时候看着好像没什么用。但是当非洲狮和东北虎打起来，鬃毛却是一个相对有效的防护工具。东北虎善用掌爪和牙齿，东北虎的前掌是猫科中最大的，掌力可达1吨，一掌下去威力惊人。但对于猫科动物来说，掌击只能算是一个试探，致命攻击一般为锁喉或者爪挠。曾有专家做过调查，狮子全身的部位中有鬃毛的地方，受伤比例会大幅度下降，因此鬃毛有利于隐藏脖子。这也正是为什么在狮虎打斗的视频，老虎咬住狮子的脖子，但是过段时间狮子又安然无恙的原因。说完了体型，我们再看看二者的硬件配置。老虎的咬合力约为450千克，狮子的咬合力则是400千克。老虎的咬合深度约11厘米，狮子约9厘米。二者牙齿粗细大致相同，老虎的牙齿略粗一些，更大的区别在于犬齿的长度。老虎上牙总平均54.83毫米长，狮子上牙总平均48.32毫米长。这6毫米的差距使得老虎的索咬更为致命。老虎的爪子也比狮子的爪子更加锋利。老虎的四肢强劲均匀有力，不仅可以仅依靠后肢支撑站立，还可以跳跃2到3米的高度。因此老虎非常喜欢腾空使用双掌击打，来个组合拳。而狮子腰部纤细，后肢力量不足，不能站立。雌狮还能跳跃1.6米，而雄狮几乎无法跳跃。因此狮子的搏击手段受到较大限制，只能使用单拳出击，依靠推搡之力。老虎的骨骼也更加完美，骨骼平均密度高于狮子 1.2% 左右，这带给了老虎更加强壮的体格，更加强的抗打击能力。成年老虎的肌肉密度是狮子的1倍左右，这样老虎拥有了狮子无法比拟的敏锐度。解剖数据显示，老虎的心脏容量大于狮子，因此老虎比狮子具有更强大的爆发力、耐力和体能恢复能力。从硬件上看，老虎似乎完胜狮子，但是别忘了，二者具有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性。东北虎是独居动物，每只虎都有自己的很大一片单独活动的区域，它在冬天可以移动数百至上千公里。非洲狮则是以雌性为主的群居动物，雌性终其一生都不会离开狮群。但雄狮相反，当雄狮年龄过大，或是受到外来雄狮的挑战，可能会离开群体。在狮群中，雄狮主要负责巡逻领地、抵御外敌等工作，雌狮主要负责猎食。一个狮群由3到50只狮组成，一般在一个狮群中只有1只成年雄狮，但较大的狮群可能有多只成年雄狮。未成年的雄狮一般在成年时就会被驱逐，
以防其挑战生父的狮王地位，而此时成年后则留在群内。一个狮群的领地面积最小可以只有20平方千米，最大可以超过400平方千米，而具体大小则取决于狮群内狮子的具体数量和区域内食物的丰富程度。也正因生活方式的不同，东北虎生性更为谨慎，只有探查清楚后才会主动出击，并且多是伏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受伤可能就意味着死亡。而非洲狮则相对大胆，毕竟还有大锅饭可以兜底。各种狮虎斗的视频很多，但是这样的视频往往受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科学性较弱。在该视频中，东北虎不断挑衅击打狮子，狮子仅还击一次，还被灵巧的东北虎躲过去了。东北虎完胜，但事实上这只狮子体型较小，两者本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较，得出的结果更不具一般性。狮虎斗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确定的结果，大自然本就充满了冲突和意外。作为食物链上的顶级掠食者，无论是老虎还是狮子都不会在意人类将它们哪个排在第一。对于他们而言，在残酷的自然界生存下去才是永远不变的追求。非常感谢你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你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关注将会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在动物界，水牛和犀牛都有角，为什么狮子更乐于捕杀水牛，却害怕犀牛？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今天就让狮子评委带我们欣赏一场水牛与犀牛的 PK 秀。第一个项目是重量级的比拼，目前公认体型最大的水牛是野水牛，它的体长大约 2.4 到3米，肩高 1.5 到 1.9 米，体重一般为1000到1200千克。这乍一听是不是还挺震撼的？可跟犀牛一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犀牛一般体长 2.2 到 4.5 米，肩高 1.2 到2米，体重更是达2000到5000千克，是世界上现存第2大的陆生生物，仅次于大象。短柱般的四肢，庞大的头部，全身铠甲式的厚皮，再加上这吨位，往那儿一站就让人望而生畏。对付这种大型猎物的时候，狮子一般选择多对一群体作战，在包围猎物之后，它们就会抓住时机，瞄准喉管，一击致命。但是犀牛的脖子又短又粗，还有排成褶皱的厚皮，就像一口咬不到馅儿的包子，运气不好还会被反杀。相比之下，水牛就好欺负得多，细皮嫩肉，一咬就开，干完活马上开饭，岂不美哉？所以这一局狮子评委更青睐水牛选手。第2轮我们比的是牛脾气，大多数犀牛都过着独居生活，个体之间很少接触，它们生于草原，在野生环境中成长，不仅有着出色的野外生存能力，而且戒备心极强，一旦发现有人对自己图谋不轨，马上就会进入戒备状态。犀牛还是出了名的暴脾气选手，疯起来可谓是六亲不认，顶撞冲，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片刻不停。狮子遇上这样的对手，别提吃肉，不被追得累死就算是万幸了。而水牛就不一样了，它被人类驯养的历史长达5000年，在这漫长的打工岁月里，它们骨子里的傲性脾气早就被消磨殆尽了，变成了妥妥的社畜本畜。另一方面，水牛大部分都是结群生活，小到几十只，大到几百只，所以集体活动才是他们的底气来源。包括逃命的时候，一旦发现自己掉队了，那心态瞬间就崩了。而狮子就喜欢挑这种落单的小可怜下手，虽然有一些勇者还有勇气搏一搏，但大部分最终都难逃一死，成了狮子的盘中餐。所以狮子评委的这一票显然又要投给水牛选手了。好，各位打起精神来，下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防卫工具角的比拼了。单看外观的话，水牛角似乎比犀牛角更有威慑力。水牛角粗大而扁，向后方弯曲，进攻时通常采用远距离低头猛冲，将全身力气集中于头部，撞击到狮子的同时抬头向后挑，才有可能让狮子脱离地面。只有在这基础上采用连环挑战术，才会出现让狮子凌空起舞、小飞坠地的情况，但也仅此而已。狮子大哥什么世面没见过，还会怕这？转过头来，他就能给这年轻孩子上一课，让他知道什么叫社会凶险。所以这简单的一击显然不能对狮子造成重大创伤，除非水牛继续暴冲暴挑加后腿凌空飞踢，且必须招招击中要害，方可置狮子于死地。但是在慌了阵脚
还被天敌压制的情况下，被盯上的落单水牛无法给出有效的攻击。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水牛角是空心的，并且无法再生，平时也就是争夺配偶芳心的时候才会摆摆花拳绣腿，所以这群乖宝宝也压根儿不敢在对战的时候拼尽全力。这么一对比，犀牛队作战可谓是毫无顾忌了。犀牛的角长在鼻子上，有独角也有双角，内部实心，而且长度也惊人。白犀的角一般为100到190厘米，最长甚至可达200厘米。这角比探长整个人都要高，我无法想象这么一个大家伙直挺挺地冲过来有多可怕。由于角长在眼睛下方，犀牛进攻的时候不用低头，直接就可以冲着目标冲过去。如果目标中途躲闪，它也能及时发现并调整角度，而水牛无法发现的那么及时，这也是导致命中率低的一大原因。我们之前说过，犀牛的脾气非常暴躁，狮子不招惹它还好，一旦把它惹火了，那翻脸可真是比翻书还快。只见它顶着头角就冲了上去，轻者被撞得五脏六腑移位，重的可能就当场开膛破肚了。为了一顿饭搭上一条命，怎么想都觉得不值。所以相比之下，狮子评委果断将犀牛从菜单里划去了。当然，虽然被狮子作为大餐的候选项，但也并不代表我们水牛一族个个都是好欺负的。野生的成群水牛在见到落单狮子时，也一样能群起而攻之，完成这华丽的逆转。所以我们没必要可怜任何一方，这只是自然界再寻常不过的生存法则罢了。就像犀牛，即便很少受到食肉动物的威胁，但因为人类捕杀到角，破坏环境而濒临灭绝。人类创造了新品种的家养水牛，却因为遗传基因杂化和污染，导致野生亚洲水牛全部成为濒危物种。自然界的个体环环相扣，构成平衡的生物链。狮子选择水牛而远离犀牛，也不过是遵循祖先们世代相传的生活经验，这是他们用来维持自然界平衡的方式。而人类作为高等生物，拥有更高等的智慧，理应更好地承担这份责任，而不是肆无忌惮地破坏它。非常感谢你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你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关注将会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老虎和狮子作为食物链顶端的动物，一个称霸森林以长颈鹿、野牛、大象等，但却很少听说过老虎和狮子吃大猩猩。难道是因为老虎和狮子打不过体型庞大的大猩猩吗？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大猩猩是灵长目人科人亚科大猩猩属类人猿的总称。根据生活环境的不同，一般分为东非大猩猩和西非大猩猩两种。既然是跟狮子老虎一较高下，那么我们就选择大猩猩中战斗力最强的银背大猩猩。如果连它都打不过老虎和狮子，其他大猩猩就更打不过了。银背大猩猩其实并不是大猩猩的一个种类，而是雄性大猩猩在成年以后，背部毛发由灰变成银白色的大猩猩，所以它们的战斗力是大猩猩中最强悍的。身高能够达到 1.4 到 1.8 米，体重达136到195千克，臂展在 2.3 到 2.6 米之间。四肢强壮，虽然喜欢战斗，但从不恋战，也是体型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如此庞大身躯，在自然界中鲜有对手。如果银背大猩猩面对的是狮子老虎，体型和力量还占优势吗？真的像传闻中一拳打死老虎吗？老虎被称为森林之王，它所到的地方，其他动物都要避而远之，否则就会成为老虎的盘中餐。就拿我们最常见的东北虎来说，身长可以达到3米左右，体重超过260公斤。如此庞大的身躯，仍然可以跳跃8米远的距离，追捕猎物时就像闪电豹一样。老虎的核心武器是它的咬合力和掌击力。老虎的牙齿很粗壮，呈圆锥状，其犬齿尤其粗大，咬合力可以达到500公斤以上。捕杀猎物时，猛扑过去咬住对方的脖颈，被咬的猎物几乎没有生还可能，就连比老虎高好几倍的长颈鹿也逃不过老虎的锁喉。除了惊人的咬合力，老虎的爪子也是捕猎时的利器。据数据显示，东北虎的掌击力可以达到惊人的1000公斤，一巴掌能将人拍得不省人事，甚至当场毙命。当大猩猩面对老虎的时候，体型和力量就显
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老虎的灵活度不比大猩猩的灵活度差，而且老虎一般喜欢伏击，猛地扑向大猩猩，咬住脖颈。大猩猩即使拼命挣脱，也经不住老虎咬一口。狮子的情况其实和老虎差不多，也是依靠惊人的咬合力和突袭来捕杀猎物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老虎是单独行动，而狮子喜欢集体活动，所以大猩猩在狮群面前就像是待宰的羔羊一样，手无缚鸡之力。可能有人会说，大猩猩是灵长类动物，具有一定的智慧，能使用简单的工具，可以用棍子或者石头来攻击狮子和老虎。大猩猩虽然比较聪明，但是还做不到让手中的工具变成攻击的武器。他们即使手里拿着一块石头，也只是会抛石头，而不会把石头扔向其他动物，所以这对狮子、老虎来说根本构不成威胁。总的来说，大猩猩虽然看似体型庞大、肌肉发达，但毕竟是素食动物，生性柔软，缺少了食肉动物与生俱来的凶猛。这些外在的条件只能在自然界中自保。如果遇到像老虎、狮子一样凶狠的食肉动物，恐怕就只能成为盘中餐了。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将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人类有伦理之情，不能近亲生育，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自己的父母。那么狮子呢？雄狮从小被逐出原生族群，多年之后的它还能认出自己的母亲吗？今天探长就带大家一起探索狮子们的伦理纲常。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狮子是现存最大的猫科动物，也是非洲草原上典型的群居捕猎者。流浪汉中有出京人士的少年，有四处闯荡的中年打工人，还有跌落神坛的老狮王。其中一些体质弱、捕猎能力差的个体，在捕食的过程中可能被猎物反杀，或者由于捕不到猎物而活活饿死。毕竟草原上的竞争十分激烈，于是为了更好的生存，这些流浪汉们便自发地组成好哥们团队，通过互帮互助一起度过生存危机，比如坏男孩联盟、保卫者联盟等。当然，只由雄狮组成的狮群也需要领队，在队伍升级到可以挑战 BOSS 的时候，他们就会主动地向其他狮群的首领进行挑战，成功击败对手后，领队就会登上王座，而联盟里的其他成员则继续流浪去刷别的副本。那么问题来了，离家多年的雄狮在见到自己的母亲姐妹时还能认出吗？事实上，狮子的它们可以依靠气味分辨自己的亲人，甚至可以听得出亲人的叫声。再者，野生狮子的寿命基本为10到14年，2岁的幼狮与的姐姐、妹妹甚至母亲交配，而取代狮王的位置不仅能更好的传递后代，还可以防止狮王在繁殖期与自己的雌性后代交配。因此，凡事不能只看表面，在我们看来，这是无趣又残酷的斗争，对动物而言却是为了更好的生存而诞生的自然智慧。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你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关注将会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任何物种都需要繁衍后代，即使是狮子也不能避免。如果你看过一些纪录片，就会发现，在交配中，雄狮不但会咬住雌狮的脖子，并且在交配完之后，2只狮子还会互相吼叫，甚至扭打起来。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狮子天生无情，还是说只是情侣间的打情骂俏？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这还要从狮子的属类讲起。狮子属于猫科动物，猫科动物身上具有很多共同特征，例如大部分猫科动物身上都有倒刺，通常长在舌头或生殖器官上。猫科动物的舌头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倒钩，这是为了方便在进食时能够剥皮去肉。有时舌头上的倒钩也会被它们当成梳子，用来梳理自己的毛发。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经常能看见动物在休闲时喜欢时不时舔自己身上毛发了。除此之外，猫科动物的生殖器官上也具有许多倒刺，这种倒刺通常布满在雄性猫科动物的阴茎上，上面大概有100多根倒刺，每根长10毫米左右。这种小钩由角蛋白组成，非常坚韧。那么这些倒刺有什么作用？首先可以刮下前一个雄性动物留下的精子。要知道，在猫科动物的世界里，很少有坚贞如一的道理，可能上一秒它们还和这个雄性动物恩爱相加，下一秒就能对另一个投怀送抱。实际上，这也不是它们所能决定的。
只是因为发情期到了。其次，雄性生殖器官上的倒钩还会促进雌性排卵，这是因为雄性阴茎上的倒刺刮擦雌性的阴道，会令雌性感到痛苦。这种身体上的痛苦传递到雌性的脑部神经，就会令雌性脑部分泌出特殊物质，促进卵子成熟。而且这种卵子至少要达到4次交配才能完全成熟。这就是为什么猫科动物在交配过程中，雌性的表情总是扭曲且痛苦的。这个特性其实只是猫科动物的普遍特性，实际上对于狮子这一种群体来说，母狮可能要比其他的猫科动物承担的痛苦更多。这是因为雄性狮子的精子细胞大多是畸形的，原本就不易成熟的卵细胞和畸形的精子细胞结合，生成受精卵的可能性会更低。所以要想让雌狮受孕成功，一周要进行200到300次的亲密活动才行，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惊人的50次。如此频繁的交配，你可能会感叹，不愧是森林之王，身体到底是强壮的。其实这么想就错了。虽然狮子为了繁衍每天可以交配很多次，但每次大概只能保持在17秒左右，狮子充其量也只是以次数取胜而已。那么雄狮为什么会在交配时咬住雌狮的脖子呢？狮子在交配过程中，雌狮会因为雄狮的生殖器官感到疼痛，所以雌狮会变得十分暴躁，想四处扭动，脱离雄狮的制约。这时雄狮为了受精成功，当然要通过咬住雌狮的脖子，防止它乱动。雄狮还要依靠雌狮诞下自己的后代呢。不过雌狮在和雄狮交配后，它不会为了一点皮肉之苦来让自己承担更大的痛苦。雄狮子在狮群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在以后的生存中，雌狮要仰仗雄狮的地方还有很多，所以为了长远的利益，雌狮也只能选择眼下忍气吞声。狮子之间要进行频繁的交配，除了受精卵艰难形成的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幼狮的成活率低。据统计，70%到80%的小狮子都活不过2岁。除了食物来源的问题，还和狮子的生活习性有很大关系。狮子通常是群居生活，一个狮群大概平均要有17个成员，而每个狮群当中有一头成年雄狮作为狮群的统领。当然，有的时候一个狮群也可能存在2个或多个雄狮，和肥水不流外人田是一个道理。就算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因为首领只能有一个。不过每一个雄狮首领的寿命都不长，大多只能在位2年，就不得不退位让贤了。所有王位的角逐都是血腥的，狮子这一种群体也不例外。年迈的狮王将会被更加强大、更有力量的新狮王取代。这时摆在老狮王面前的只有2条路，要么与新狮王拼杀到底，最后被杀死，要么被撵出狮群，从此浪迹天涯。狮王可能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老狮王留下的幼子。每一代新狮王在取代旧的狮王后，首先要进行的就是大清洗，他会把上一代狮王留下的雄性幼子都杀掉。一方面是他要保证自己狮群血统的纯正，另一方面是母狮只有在失去幼子后才会再次发情，之后才能通过占领旧首领的妻女来繁衍自己的后代。这就是动物世界中残酷的斗争法则。如今许多狮子都已灭绝，像非洲的巴巴里狮子、开普狮等，它们的灭绝纵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它们残酷的自然法则和繁衍后代的艰难，另外一部分原因也是人类对其栖息地的破坏造成的。据统计，在亚洲地区有400多头狮子只能屈居在1400多平方公里的草原上，生存空间的狭小造成它们生存压力很大。虽然人类已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但是人类也需要尊重自然，和自然和谐相处。如果再这样破坏下去，曾经的森林之王终将灭绝，只怕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也会岌岌可危。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原是草原之王的狮子，而如今骨瘦如柴，不仅各种疾病缠身，还任人猎杀。南非养狮业终于关停，他还做了什么恶？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南非养狮业的起源其实和美国有关。从19世纪开始，无数美国富豪通过围猎活动来彰显身份。
因此野生动物数量急剧减少。面对这样的趋势，美国各州相继出台措施。截至20世纪，30个州已经完全禁止围猎，还有20个州则出台了一些禁止猎杀保护动物的禁令。面对各种禁令，坐不住的美国富豪们则把视线转移到了非洲，最终成功在南非落地生根。南非养狮业的形成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场主们圈养狮子，供外国人打猎，猎人则要向圈养场交付一定费用。猎杀一头雄狮大概需要缴纳2.5万到4万美元不等，雌狮则便宜一些，只需要1万美元。因为猎人一般只需要狮子的皮毛，剩下的骨头则会被狮子拥有者出口到东南亚各国，伪装成虎骨，进而制作成各种工艺品或用作药材泡制药酒售卖。但即使截止到目前，也没有科学研究表明虎骨或者狮骨有什么特别的医疗效果。不过这不影响人们对狮骨的狂热追求。随着围猎的不断发展，狮骨贸易也成为了南非的重要产业之一。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在2008年至2016年的8年间，共有6000多具狮骨被出口到各国，总重量超过70吨。与此相关的是，狮骨的价格也在不断走高，从2012年的1800美元飙升到2017年的3700美元，5年时间翻了2倍。受这种巨额利润的驱使，南非养狮业发展迅速。调查显示，南非大概有400多家狮子农场，圈养着约8000只狮子。但是南非动物保护组织 Bloodlines 的董事伊恩·米切勒对这个数据表示质疑。他坦言，圈养狮子的数量很可能已经达到12000只，而南非野生狮子的数量也不过只有2070只。经过几十年发展，南非养狮业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刚出生的幼崽没有在母亲身边长大的权利，而是被工作人员带到参观室，供游客们抚摸、拍照。长到稍大一点，则会被带到草原，陪伴前来的游客行走，满足部分游客的征服感。等到成年以后，狮子们则成为了繁殖和交配的工具，喂其相关药物，给它们播放同类动物的求偶声，来促使它们不断繁殖。正常野生雌狮大概2年产1次幼崽，而被圈养的狮子1年就可以产2胎，这严重影响了雌狮与雄狮的身体健康。同时，长期服用此类药物的动物，其所繁殖的幼崽也有很大概率会患有各种遗传病。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圈养机构投喂的食物也远远达不到狮子的正常需要，大多数狮子都营养不良，骨瘦如柴。毕竟，大量的食物摄入只会让它们的脂肪不断增加，不会使得骨头的重量变大。而狮子骨上称售卖时，并不会包括各种脂肪肌肉。这些黑幕被爆出，还要感谢一位加拿大女子爱丽丝·德拉。她曾在南非一个保护区做义工，照顾幼狮。几年后，她再次来到该保护区，想要看望曾经照顾3个月的小狮子塞拉比。没想到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误以为她是来打猎寻乐的，便将整个流程和收费规则一一向其说明，甚至还认为爱丽丝·德拉不敢开枪猎杀，替德拉射杀了塞拉比。德拉一气之下，将所有照片和视频都曝光到了网上。被曝光后，南非各个养狮场收敛了一些，但人的贪婪是无限的。为了安全而便利的打猎，英美一些围猎组织竟然开发出一套网络围猎的设备，让电脑与围困区的猎枪相连，通过网络远程操控猎枪。在该设备下，2017年英国伦敦一名女子花费5.8万美元激发15颗子弹，远程猎杀一头重达1500公斤的长颈鹿。南非动物保护部门也曾做出一些检查措施，他们检查了全国范围内的近100家狮子圈养机构，发现其中约1半的狮子饲养机构不合格，卫生条件差，活动空间不足，以及对受伤或患病的狮子缺乏专业的护理。其中1家机构的圈养条件令人作呕，正常情况下只能饲养几只狮子的铁笼关进了几十只狮子，长时间没人清理的地上满是变质的食物和脏臭的粪便。27只狮子感染了由寄生虫引起的疥疮，甚至还有一些狮子精神紊乱，躺在泥地上抽搐。2020年的新冠疫情让南非的旅游业遭受重创，养狮业当然也受到了较大影响。为了减少投入，降低损失，一些养殖场为了不得不低价售卖或者屠宰狮子。许多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彻底结束南非养狮业的最佳时机到了。南非环保人士与南非政府有关禁止饲养狮子和虐待圈养动物的法律斗争，其实早在2019年就已经开始。
当时南非林业、渔业和环境部长芭芭拉·克雷西启动了对圈养动物的待遇的审查，涉及的动物不仅包括狮子，还有大象、豹子、犀牛等。该小组建议停止通过圈养和饲养的方式来驯化狮子，也不要圈养繁殖、困猎、圈养幼狮供游客互动。南非内阁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些建议。2021年5月2日发布的一份声明，禁止圈养狮子用来作为战利品狩猎以及与游客互动。这项决定虽还未制定为政策，但很可能导致政府与规模数百万美元的养狮产业发生冲突。同时，南非环境部表示，相关建议的目的并不是扼杀狩猎产业，而是在有效的监管环境下，允许合法猎杀这些标志性物种，以确保对实际野生动物狩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从事真实的野生狩猎，而非猎杀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动物。现有的8000只圈养狮子很可能面临安乐死。许多专家表示，对于那些可怜的生命来说，安乐死是最好的结局。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打在评论区。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你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关注将会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上世纪50年代，美国有位猛兽驯兽师声称，他的狮子曾屠杀了50头老虎，没有一头老虎能战胜狮子。然而后来他却承认，自己用20头狮子围攻5只体型小的老虎，甚至在老虎占上风的时候，用水枪喷射老虎的眼睛，从而帮狮子获胜。这种不公平的狮虎对决，能不能证明狮虎相争，终究还是狮子更强？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克莱德·贝蒂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动物驯兽师和马戏团巨亨，他因举办动物格斗比赛而声名鹊起，尤其是狮子和老虎这种大型猛兽的激烈战斗，马戏团巡演时每场都座无虚席。他在自己的克莱德·贝蒂马戏团内人为设计了多次狮虎斗的表演。马戏团最大的开销是老虎死亡，因为在他40多年的马戏生涯内，亲眼见证了50头老虎被狮子所杀。尼禄是克莱德·贝蒂手下最出名的非洲雄狮，因为他不仅在马戏团的竞技场上杀死过多只老虎，1928年尼禄还从老虎嘴里救过贝蒂一命，还在25分钟内杀死了那头老虎。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狮虎斗的事件。普林斯这头凶悍的狮子被称为马戏团内的老虎杀手。凯撒令人生畏的黑色非洲雄狮，据贝蒂称，他只用一爪就能折断斑马的脖子，曾杀死过多只东北虎，还曾抓伤过贝蒂的右臂。特维德老板，他在20分钟内单挑赢了3只猛虎，这战斗力简直骇人听闻。这些比赛在贝蒂留下来的报纸和自传，以及那个时代的一些报道中都有记载。比赛结果几乎全是狮子获得碾压性的胜利，但这些比赛一定客观公正吗？贝蒂本人在自己的书《大铁笼》中提到，他之前拍摄过一部涉及到狮虎斗的电影，在拍摄过程中，老虎波比占了上风，贝蒂不得不用氨水水枪冲击他的眼睛，让雄狮凯撒从虎口中挣脱出来，凯撒因此获得胜利。后来贝蒂对自己的行为表达了歉意，但他认为即使没有人为手段干涉，狮子凯撒依然会赢得比赛。你怎么看呢？1932年，一个名叫梅布尔·斯塔克的女性驯兽师提出，她可以从自己的老虎中随便选一只，去和贝蒂的狮子一决高下。显然，斯塔克并不是狮子的推崇者，他坚决认为老虎不会畏惧狮子。遗憾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贝蒂并未迎战。驯兽师总是设计老虎被狮子咬死，他们为何如此偏爱狮子？而在马戏团之外，狮子和老虎真正的对决，到底谁输谁赢呢？上世纪，美国的著名驯兽师克莱德·贝蒂曾多次让自己的狮子杀死老虎。他是一个商人，而非真正的动物研究学家。他口中的记录主观倾向很重，并不能真正为狮虎之争提供最科学的论据。同时，克莱德·贝蒂所处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也会对比赛结果产生影响。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民来说，交通和信息传播都不发达，因此他们更熟悉历史上分布更广、知名度更高的狮子，而不了解分布范围更小的老虎。即使到现在，狮子这个大型猫科动物在美国仍受到极大的推崇。例如，好莱坞著名的米高梅电影公司，电影片头一直是咆哮的雄狮，还有以狮子为主角的作品《狮子王》，
都足以说明狮子在美国人心里天生就占据极高的优势。因此，无论在贝蒂的马戏团表演或是电影中，为了衬托狮子的正面形象，老虎就不得不被设计成落败的丧家之犬。关于这一点，贝蒂本人在自己的书《大铁笼》中也承认过。在一场比赛中，他派出20只狮子和5只老虎，同时这些老虎的体重还比狮子小得多。那么比赛结果可想而知，这些老虎几乎都是在狮子的群体攻击中丧命的。在马戏团之外，曾有一则报道称，马戏团走失了一只小老虎。后来驯兽师发现它被2头幼狮杀死，并吃了个干净。在韩国全罗道的泉州动物园内，一只5岁大的雄狮咬死了一只6岁的雌虎，两者体长接近，但雄狮比雌虎重20公斤。这头雌虎在吃鸡的时候掉进了5米深的沟渠里，身上带伤，雄狮咬住它的脖子将它杀死。捷克共和国北部的布拉格动物园，14岁的狮子苏丹和11岁的艾莎意外进入17岁的白虎伊莎贝尔的露天区域中，2只狮子将白虎杀死。当然，老虎杀死狮子的真实案例也不少。曾经有印度王室成员想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百兽之王，于是将一只孟加拉虎和一头巴巴里狮子送进斗兽场。最终，老虎在40秒的攻击时间内将狮子撕成碎片，获胜了。1859年，一头名叫贡嘎的老虎被运送到伦敦后，在10分钟之内杀死了一头狮子。此前，它属于乌德国王，据称他已经杀死30头狮子了。1914年，在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动物园内，一只8岁的孟加拉虎袭击了一只2岁的努比亚狮子，不仅咬断了狮子的喉咙，还折断了它的脊椎。2010年，土耳其安卡拉动物园的一头孟加拉白虎闯入了狮子的住所，并且仅用单爪就拍断了狮子的颈部动脉。饲养员赶来的时候，悲剧已经发生。这则新闻曾轰动一时。动物园里的狮虎之争各有胜负，如果他们在自然界中决斗的话，你觉得谁更强呢？狮子和老虎都是大型猫科动物，身量硕大，肌肉发达，力量惊人，攻击性强，领地意识高。它们共同的武器就是利爪和利齿。虽然不同亚种的老虎体型具有明显差异，但老虎仍是最大的猫科动物。直白地说，老虎比狮子更大，无论是身长、肩高、体重，还是最大实测记录，老虎都占据明显优势。当然，动物园里的狮子也可以被喂养得更大。在打斗中，老虎可以仅靠后腿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站立，同时用2只厚实粗壮的前爪快速挥动，长达8厘米的爪子杀伤力十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喵喵拳。老虎的后腿可以保持平衡，而交替挥舞前爪可以增加攻击范围，但受限于骨骼结构的不同，狮子很少能做到这样。狮子的上部犬齿长6厘米，用体重和咬合力来计算，它的咬力商比值为112。老虎则拥有猫科动物中最长的犬齿，长度6.4到7.6厘米，咬力商为127。从前几项的对比来看，老虎可能颇具优势。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雄狮拥有一圈浓密厚实的鬃毛。有人认为鬃毛可以让雄狮在打斗中避免受到致命伤害，不过也有人认为在和大型猛兽，尤其是老虎的战斗中，鬃毛的用处不大。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会对两者的攻击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狮子是社会化程度极高的群居动物，它们的战斗多以围剿展开，团体协作极为高明。狮子通常会主动进攻，面对一次杀不死的猎物，它们也不会轻易放弃，而是会再次组织进攻。因此，狮子也被视作勇气的象征。老虎经常单打独斗，每一次狩猎前会进行长时间的埋伏和观察，然后伺机而动，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如果一击不中，很可能会放弃目标，不再恋战。老虎通常也会避免不必要的争斗，最大程度保证自身的生命安全，这也是独行侠的特征之一。有数据表明，老虎的智商相对更高，因为它们的大脑比同体重的狮子大16%，这很有可能是它们长时间的狩猎技巧和生存方式所需求的进化所致。驯兽师克莱德·贝蒂也说过，他马戏团中所有狡猾的越狱事件都是聪明的老虎完成。贝蒂曾说，他的雄狮苏丹可以击杀任何一只老虎，但他也记录过他的苏门答腊虎切斯特曾击退过7只狮子。到底谁的战斗力更强？个体战绩还是很难代表整体。狮虎的斗争通常被很多因素影响，但如果选出同等重量级、狩猎能力都非常成熟的狮子和老虎各一头，让他们不受干扰的对决，你站哪一方胜利呢？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
被吉尼斯认为是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动物，吃毒蛇、斗狮子，虽然小如家养狗，却堪称非洲一霸。平头哥真的没有天敌吗？这里是150，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平头哥学名蜜獾，幼科动物，蜜獾属下唯一一种，体长约60至102厘米，尾巴长16至30厘米，高约23至30厘米，体型和家养的中型犬类似。蜜獾体重在5至20千克之间，雄性体重为雌性的2倍。蜜獾身体厚实，头部宽阔，眼睛小，甚至看不出耳朵，鼻子又钝又平，外观很具有辨识性。但是它们最醒目的还是从头顶蔓延至尾部的白色披毛，好像社会小伙特意染白的头发。它们的性格也和社会小伙颇为类似，网友笑称蜜獾这一生太忙碌，不是在干架，就是在干架的路上。蜜獾多分布在非洲、西亚以及南亚，尤其喜欢居住在干旱的草原和热带草原，那里食物紧缺，也就造就了它们无所不吃的饮食习惯。蜜獾的猎食范围极广，小到蚯蚓、白蚁、蝎子，再稍微大一些的豪猪、野兔，大到1米长的鳄鱼、蟒蛇。有句话说得好，不是我平头哥针对谁，你们在我眼里都是能吃的。蜜獾也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蜜獾虽然无所不吃，但是在食物里面也会排个序，排在他们的菜单第1位的则是蜜蜂。蜜獾极其喜欢吃蜜蜂幼虫，直接冲进蜂箱，为此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看看这捕到蜂巢大快朵颐的蜜獾，再看看本想在树荫下午休，却不幸被蜜蜂蛰了的狮子，呲牙咧嘴的样子仿佛戴上了痛苦面具。而蜜獾无所畏惧的名声主要来自于它们不惧怕攻击比自己大很多倍的动物。首先，蜜獾丝毫不怕大自己很多倍的蛇，冷血极具威力的蛇在蜜獾看来简直就是移动辣条，甚至面对毒蛇，蜜獾也可以吃得津津有味。而这百毒不侵的能力来自于蜜獾小时候无数次对毒蝎的练习。蜜獾幼年时期会拿毒蝎作为靶子，既是练习敏捷灵活能力，也是建立耐毒性。别说毒蛇，甚至面对狮子，蜜獾也绝不退缩。一只狮子瞪了蜜獾一眼，休息中的蜜獾被狮子吓到了。普通动物可能只会因此离狮子更远，然而蜜獾竟然不惜打地洞逃离电网的束缚，直奔狮子窝，追着雄狮子满园子的跑。狮子被追着跑了一会儿，终于意识到自己身为狮子不应该逃得落花流水，反身准备咬蜜獾时，没想到又被蜜獾反咬，脸上鲜血直流。而始作俑者蜜獾则大摇大摆地走了，这真是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生死看淡，不服就干。那么蜜獾能有如此大胆量的底气在哪里呢？首先则是刚才提到过的抗毒性，蜜獾对毒蛇的抵抗力在世界上堪称罕见。曾有摄像机拍到一只蜜獾被毒蛇咬中，随即昏厥过去，晕倒在地。让人意外的是，过了一晚上，这只被毒蛇咬过的蜜獾竟然又晃晃悠悠站了起来，继续不服就干的事业了。蜜獾的胆量还来自于它们独特的身体特性——皮厚，而且蜜獾这厚达4毫米的皮与其内部组织是分离的，这也正是前面蜜獾找狮子报仇时被咬住还能扭头反咬狮子一口的原因。也有摄像机拍到过几只狮子捉到一只蜜獾，想要用来塞牙缝，没想到折腾了1个晚上，蜜獾也没死去，最后竟是几只狮子放弃食用这到嘴的鸭子了。蜜獾的智商也为它们的胆量提供了保障。蜜獾是少数可以利用工具的动物之一。英国一个研究团队为了研究蜜獾生物特性，捉来一雌一雄2只蜜獾，圈养在一个园子内。为了防止蜜獾逃跑，团队人员在园子4周安装了铁丝网，只有一扇铁丝门可以通过栓打开。2只蜜獾分工合作，一只负责上去打开栓，同时撑住门，防止门关闭；另一只先溜出园子，然后为打开栓的蜜獾撑着门，以便另一只也逃出。管理员知道后，不得不把铁丝网换成水泥墙。面对水泥墙，见招拆招的蜜獾又想出了打洞这个办法。再次被管理员逮到后，蜜獾又试过把石头垫在脚下，借助清洁人员忘记拿走的扫帚等多种办法逃离园子。正如管理员所说，我每想出一个办法，对蜜獾来说都是等着通关的游戏。蜜獾不惧怕狮子、鳄鱼等大型食肉动物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性价比。对于狮子、鳄鱼来说，吃蜜獾不太划算。蜜獾狡猾而灵活，不好抓，其次抓到后还不好弄死，浪费精力浪费感情。
最重要的是，与羚羊、鹿相比，蜜獾体型太小，没多少肉，吃了补充的能量还不如抓食消耗的能量多，并且身为鼬科成员的蜜獾也拥有自己的化学武器，它们可以释放一种独特的气味，又腥又臭，让许多猎物下不去嘴。那么，蜜獾真的如此无敌吗？其实面对狮子、花豹，甚至猎豹、猎狗，蜜獾都是没什么抵抗力的，哪怕它皮再厚、再聪明，也无法抵消体型太小带来的劣势。前面所提到的蜜獾战胜狮子等大型动物的情况也只是特例，只有退无可退时，蜜獾才会选择主动出击作战。而蜜獾之所以能如此被推崇，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谅解精神，面对庞大的敌人也无所畏惧，敢于出击，即使倒下也要倒在战斗的路上。正是平头白发银披风，非洲大地他最凶。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你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关注将会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